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买石榴时，是不是总在黄皮和红皮之间犯难？拿起红皮的，怕没熟透不够甜；选了黄皮的，又担心吃着发涩。今天就教你一招，一眼就能挑到爆甜的石榴。眼下正是石榴挂满枝头的好时候，颗颗饱满多汁，错过太可惜。但不少人总挑到酸涩的，其实记住这几招就行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就是看颜色。市面上常见的石榴主要分黄皮、红皮和青皮三种。不少人挑石榴时，总觉得越红越好，觉得红皮石榴看着就甜。其实这是个常见误区。红皮石榴之所以颜色鲜艳，大多是因为接受阳光照射更充足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它的水分蒸发相对多，果肉含水量会稍低，甜度反而未必高。而真正成熟度高的石榴其实是黄皮的，这种黄皮石榴不仅完全熟透，果肉还格外饱满，咬一口满是清甜之水，口感特别好。至于青皮石榴，建议大家尽量别买，这类石榴大多没成熟，果肉紧实度不够，吃起来酸涩感重，完全尝不到石榴该有的香甜。所以挑石榴时别被颜色误导，优先选黄皮的，准能吃到甜滋滋的好石榴。学会看颜色挑石榴后，第二招特别简单，一看就会，一用就准。遇到大小看着差不多的石榴，别着急下手，先把它们分别拿到手心掂一掂。这一掂可有讲究，手感更重的那一个，往往藏着惊喜。它的果肉里满是汁水，咬开时能感受到清甜汁水在嘴里爆开，而且里面的石榴子也会更饱满，颗颗圆润有质感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相反，轻一些的石榴，要么是水分悄悄流失了，要么是籽还没长饱满，新鲜度和口感都会差一截。所以记住，同等大小选中的，准能挑到新鲜又多汁的好石榴。朋友们，挑石榴的第三招也很实用，重点看石榴顶部的花瓣就行。要是看到花瓣呈完全打开的状态，那这颗石榴大概率已经完全成熟了。这样的石榴，果肉在生长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养分，吃起来香甜又多汁，口感特别好。但如果花瓣是半闭合的，就说明石榴还没长到最佳成熟度。这种未完全成熟的石榴，果肉的甜度会差一些，口感也不够细腻，吃起来总少点风味。所以选石榴时多留意花瓣状态，轻松避开未成熟的果子。朋友们，挑石榴的第四招，咱们来看它的外形，这可是判断果肉好坏的关键。要是看到石榴表面带着明显的鼓包，而且身上的棱角清晰突出，那可别错过。这种外形的石榴大多成熟度高，不仅果皮薄，里面的果肉还特别饱满。因为鼓包和棱角是果肉在生长过程中充分发育撑起的，这样的石榴吃起来甜度足，一口下去满是惊喜。但要是遇到那种看起来方方正正、圆圆润润，表面光滑的没有一点鼓包的石榴，哪怕它颜色红的诱人，也建议别买。这类石榴往往成熟度不够，果肉不仅不够甜，掰开后会发现里面的籽也不够红，口感和风味都会差很多，可别被它的外表迷惑啦。朋友们，最后我把挑石榴的关键技巧总结成4点，记好这几点准没错。首先要选黄皮的，这是成熟度高、甜度足的标志。其次看外形，得选表面有鼓包，带着清晰棱角，不是那种圆圆润润、方方正正的。这种石榴皮薄果肉足。最后别忘了看顶部花瓣，只有花瓣完全打开的，才说明石榴完全成熟。掰开后果肉会特别红，吃起来也格外甜。照着这4点挑，保准每次都能买到好石榴。买回家的石榴要是太多吃不完，放久了容易坏，特别可惜。今天就来分享超简单的石榴酒做法，既能留住石榴的香甜，还能解锁新风味。
想轻松剥石榴又不弄得满手汁水。今天教你一套超高效的方法，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做石榴酒都能用得上。第一步，先处理石榴顶端，用刀轻轻切掉顶部的果皮，不用切太多，刚好能露出里面的果肉就行。切开后，石榴瓣之间的缝隙和一瓣瓣的白色隔膜会看得特别清楚。接下来沿着这些白色隔膜的位置，在石榴表皮上划几刀，注意力度要轻，别把果肉切到底，底部留个1/3的距离不切断。这样顺着缝隙切好后，轻轻一掰，石榴就会顺着隔膜自然散开，分成一半一半的，每半的石榴粒都能保持完整，不会碎掉。包子的时候也有技巧，把手弯成鹰爪状托住石榴瓣，别把掌心完全合上，不然籽不容易脱落。接着拿勺子在石榴壳的背面轻轻拍打，你会发现石榴籽像下雨一样簌簌往下掉，轻松就能收集起来。有朋友说用这个方法敲不下籽，其实大概率是石榴没选对。要是石榴不够成熟，果肉和果皮粘连得紧，籽自然难脱落。用之前教的挑果技巧选成熟石榴，包起来就像剥玉米粒一样轻松，略微使劲就能让果粒脱落，再也不用担心汁水溅到桌子、衣服上。最后提醒下，要是打算用这些籽做石榴酒，装石榴籽的盆一定要保证无油无水，这样才能避免后续酿酒过程中出现变质问题哦。接下来咱们精准把控用量，教大家做石榴酒。先称好包好的石榴籽，净重500克，也就是1斤就够了。准备一个玻璃容器，这一步很关键，一定要提前彻底消毒，确保容器内部无油无水，避免后续发酵出问题。把500克石榴籽倒进玻璃容器里，再准备120克黄冰糖，要是没有黄冰糖，用白冰糖替代也可以。先往容器里放一部分冰糖，接着用捣棒把石榴籽轻轻捣碎，这样能让石榴汁更好的渗出来。后续发酵时，石榴的香甜风味才能充分释放。这里给大家说下比例，我用的石榴汁和冰糖是4:1。要是你酒量比较浅，想让酒精度低一点，口感甜一些，就多加点冰糖。酒量好的朋友少放些冰糖，更能突出石榴的原味。白酒得选40度以上的高度酒，我这次大概倒了200毫升，具体可以根据容器大小调整。倒完酒后盖上密封盖，这样一罐石榴酒的基础就做好了。我这罐因为材料放得足，看起来会满一些。之后把它放在阴凉处静置，等1个月就能过滤了。到时候把里面的石榴籽去掉，只留下酒液，装进干净的容器里就能喝。要是想让口感更醇厚，香味更浓郁，也可以多放1-2个月，越陈越香哦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呀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。愿快乐常伴，小颖会更新更多美食和生活妙招，下期不见不散。